在一个严寒的冬天，天空飘着小雪花，苍茫的大地上，有一双孤独的脚印踏在厚厚的雪地里，正在一步两步地蹒跚前行。贾桂安发现夜色即将笼罩，灰茫茫的前方看不见人烟与村落。还要走多久才能到达？贾桂安从年轻时离乡背井来到中国，在他马不停蹄的宣教旅途上，充满死亡与孤单的威胁。这次行程，残酷的天气，心中的孤寂，几乎将他击倒。因为在不久前，一位常与贾桂安结伴同行的年轻宣教士，不幸被盗匪杀害身亡。想到那些已经为主殉道的同伴们，贾桂安悲伤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滑落下来，包括天真可爱的维拉。年仅5岁的她，没能逃过1900年义和团事件的劫难，患病而死。在那次严重的危机里，贾桂安也险些丧命。他与维拉的父母、清济莲宣教士一家4口被仇视西方人的义和团抓到，5个人被毒打到鼻青脸肿，鲜血淋淋。你们西洋人的上帝这个时候在哪儿啊？被五花大绑的宣教士5人蹲着，后面站着义和团人，不断地嘲笑他们。贾桂安狼狈不堪，脸上流着血。他心中想起一句圣经的话：虽有1000人扑倒在你旁边，10000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他看到围观的人群中有轻视，也有同情的眼光。大家不要害怕，我们也不惧怕，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。有一次，他们5个人又被义和团抓到，又被毒打一顿。贾桂安像猪狗一样的被绑吊起来，推想自己离死亡不远了。没想到救兵来了，义和团的人全部都逃命去了，现在你们安全了。贾桂安和同伴一家立刻被释放，脱离死亡威胁。但小维拉已经奄奄一息。妈妈，我已经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耶稣了。阿姨，你和我的爸妈都还会再回到中国吧？我们将来会再见面，是吧？在义和团的逼迫和逃难的艰险中，5岁的维拉不幸罹患痢疾而死。经历义和团事件的危险和挑战，并没有使贾桂安放弃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心志。1901年，贾桂安30岁，他勇敢地再度踏上中国土地。贾桂安在中国全心投入妇女的关怀工作，特别是农村妇女，她们深居简出，一辈子就埋在阴暗的厨房与生育家计的劳碌中度过。贾桂安陪伴他们在晒谷场工作，跟着他们进入被油烟熏黑的阴暗厨房，聆听他们的心声，不厌其烦地教他们识字、唱诗歌与祷告。有将近15年的时间，贾桂安马不停蹄地行走在中国的大地上，以一个弱女子不让须眉的足迹，走过15个省份，总共2万多英里的路程，足以绕地球1圈还有余。他总共讲过183场的布道会，大约共有5000多位中国妇女，透过他所传递的耶稣基督福音，生命焕然一新，也影响了他们的家庭与儿女。